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8号宣布，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这是美联储从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而这也标志着由货币政策的紧缩周期向宽松周期的转向。那各界都在观望美联储这一次大幅降息能不能稳住市场，化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日経平均株価が一時1000円を超える値上がりです。因美联储降息，19号东京股市从早上起几乎全线上涨，日经225指数一度上涨约1000点，当天至收盘时上涨775.16点。此外，韩国首尔纵指高开0.7%。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8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之间的水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表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表明美国对通胀下行趋势的信心。We know that it is time to recalibrate our policy to something that is more appropriate given the progress on inflation and on employment, moving to a more sustainable level. So that the balance of risks are now even, and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at process. 随着美联储开启美元降息周期，中美利差总体有望缩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近16个月新高，升值至7.06人民币对1美元。不过，美国劳工部8月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劳动力市场比预期更加疲软。过去3个月的平均每月就业增长明显低于今年早些时候水平，8月失业率也已达到近3年最高水平。有媒体指出，美联储采取大力度降息措施，表明对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越来越感到担忧。Fed is forecasting the unemployment rate to tick up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y just don't want that to get out of control. 此前，美国为缓解国内通胀，美联储于2022年3月起激进加息，短时间内把利率提高到5.25%至5.5%的水平。这种激进政策不仅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也并未缓解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危机。We never had credit card debt prior to this. 在此背景之下，过去几年不少国家出现降低对美元依赖的趋势。印度央行推出国际贸易的卢比结算机制，以色列在历史上也首次将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减持美元和欧元。俄罗斯也已出台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卢布结算令。针对美国近日再对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从9月18号起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此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声明称，美国务院已批准一项总额约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括飞机和相关设备的返还、维修、重新装运服务等。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根据规定，中方决定对美国内华达山脉公司、遥感舵公司、立方公司、S3航空防务公司、特科姆公司、文本矿公司、扁平地球管理公司、ACTE 联邦公司、埃克索维拉公司等9家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具体包括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制裁是今年以来中方对涉及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的第5波反制，也是赖清德上台后第3度反制。1月7号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4月11号制裁2家美国军工企业，5月22号制裁12家美国军火商及10名高管，7月12号制裁6家美军工企业及5名高管，而且此次反制的速度也超过以往。在美方宣布军售后不到24小时做出反应，显然是有备而来。
由于这次美对台军售案主要涵盖飞机以及相关设备零件维修、退运以及转运等服务，中方最新制裁的美军工企业中较多正是从事与航空防务相关产业，针对性相当强，并且被制裁的美军工企业也不再仅限于一些知名的军工龙头，如雷神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而是制裁了一些业界外名气相对较小，但在美国军工产业链中处于关键环节的企业。以内华达山脉公司为例，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美国私营电子系统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专门从事微型卫星、远程医疗和商业轨道运输服务，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等军工巨头有过分包合作，还为美国空军和陆军的航空器升级和改装电子系统。五角大楼的合同公告称，内华达山脉公司研发和生产可生存机载作战中心的合同，包括交付工程与生产研发机、量产机、相关地面系统以及临时合同支持。另外一家立方公司则以提供运输系统、防务训练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而闻名。立方公司在全球多个市场都有业务，之前给美军提供的产品包括受保护的通信、指挥和控制、情报、监视和侦察组合的综合能力等。有观察指，这次清单上还有几家美国企业，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纯粹的军火商，而是打军事擦边球的情报资讯机构或者配件企业。比如制裁清单中的文本矿公司，根据其官网信息，这是一家专门提供地缘政治、防务情报和媒体监控知识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更多公开资料则显示，文本矿公司的经营目标是为美国政府客户提供支持服务，主要业务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开源情报分析。去年该公司曾派人出席过所谓的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台方代表讨论对台军售项目、台湾防务安全等问题。台防务部门17号对外炒作称，美国最新一批军售内容包含 F-16、C-130、P-3C 等美系军机，相关设备零件的修理回运以及承包商提供的工程、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体现了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云云。民进党当局还吹嘘，这有助于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及不对称战力。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9号回应指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粉碎台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妄想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正告赖清德当局不要误判形势，胆敢铤而走险，必将自取灭亡。事实上，此次中方的制裁清单上的多家美企是配件公司，即不向台当局出售成品的军火武器，而是提供台军舰机急需的各种配件。这显示中方制裁正在向美国军工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由于这些配件公司的产品通常不会专供美军，因此延伸制裁链条也将对其民用业务造成打击。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总计对台军售16次，超过一半都与零附件和维修等服务相关。以往美对台军售都是以武器装备为主，零附件案不会特别公布。但近年美方改变方式，将台军申请的零附件军购案核定后也列为军售案宣布，这也被认为是近些年美国对台军售内容的主要变化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美方就最新一轮军售发布的新闻稿中还指出，这次出售的零件源自美国军事库存，不需要另外找国防承包商生产。但这种库存装备的对台转移，近期就造成不小风波。美国防部督察长本月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台湾方面去年12月收到的美国依总统拨款权提供的军事援助物资无法使用。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称，这让台当局高层官员感觉美方像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报告揭露，270万发子弹为1983年产，已经过期，超过3500组防弹板和背心受潮发霉。有岛内舆论援引消息人士称，台军方对此事全面封锁消息，口风甚紧，而且也不敢用这些军援。军中有人私下抱怨，美方提供的战术背心是美军尺寸，不符合东方人的体型，加上有些受潮，防弹的钢片又非常重，因此并未全面发给部队。那这个项目不是我们选的，
是美国帮你选的，说这也造成了美国总统或者是国会议员同党的国会议员，有时候变成要销库存的管道啊。那他往往用市价来报，比如说1983年的子弹，他用2024年的子弹报价来报销。那这个当然，这个美国军方就会赚到钱了。抢抓双区机遇，谱写发展华章。9月14号晚，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古墟在璀璨灯火和诗意的交融中，迎来一场特别的文化盛宴——今夜为你读诗，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朗诵专场。活动由深圳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龙华区融媒体中心承办。来自深圳市朗诵艺术家协会、深圳市长青老龄大学等单位的朗诵名家与爱好者，倾情演绎经典名篇及龙华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共同以诗之名抒发爱国情怀。读中国，它很大气，我们华夏5000年的历史都包含其中。新中国诞生75周年，所以这些年来的变化在读中国中都有体现。今夜为你读诗是龙华融媒移动广播龙华之声策划的一项长期文化活动，每月首个周六的傍晚在观澜古墟举行。通过开放麦的形式，为市民提供一个展示朗诵才华的平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表示，经过反复磋商，他的胜利计划现已制定完成。在胜利计划准备过程中，泽连斯基每天都会更新最新进展，但对计划的具体内容透露甚少，仅表示胜利计划的目的是为乌克兰创造可接受条件。And today we can already say that our plan for victory is fully prepared. All points, all key emphases, the necessary appendices with details to the plan have been identified. Everything has been worked o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now is the determination to implement it.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官员已看过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并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对于乌克兰的所谓胜利计划，俄方曾作回应，该计划不会阻止俄方继续实施特别军事行动。泽连斯基将在本月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向美国总统拜登呈现胜利计划，并寻求支持。乌克兰当局此前也计划在此期间安排泽连斯基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晤，不过目前只有极少数拉美领导人愿意出席与会。由于担心出席率过低会导致泽连斯基看起来缺乏支持，会晤将进而演变成一场公关灾难。基辅方面最终决定取消这项计划，考虑在2025年再举行类似会议。此外，近期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势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是否会放宽对乌军使用其所提供武器的限制，引发关注。当地时间19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欧盟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系统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的限制。该决议指出，若不解除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系统的限制，乌克兰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卫权，该国人民和基础设施将面临遭受袭击的危险。决议还呼吁欧盟成员国履行其2023年3月的承诺，向乌克兰运送100万发弹药，并加快运送武器、防空系统和弹药，包括金牛座导弹。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19号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乌军使用其提供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俄方将会使用更强大的武器严厉回应。乌克兰取消泽连斯基和拉美领导人举行会议的计划，表面上是因为出席的人数太少，那实际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对俄乌冲突主流立场是保持中立，并不愿意选边，而拉美的主流也是这样。那第二，美国对原本视为后院的拉美的控制力是大不如前了。那任期只剩几个月的拜登政府也是不愿意花太多力气去帮助乌克兰做说服工作。那第三就是乌克兰自身的态度太强硬了，对于第三方调解是缺乏灵活性。那上个星期泽连斯基就明确拒绝了中国和巴西联合提出的6点和平路线图。那对此巴西显然不会太高兴，而恰恰巴西又是拉美很有影响力的国家。